这是一部在我心目中可以媲美泰坦尼克号的电影。除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片中壮烈宏大的空战场面也让人印象深刻。即使过了22年再看此片，也依旧震撼人心。我们一直都在说要记住战争带来的伤害，可到现在世界依旧战火不停，战争让人们流离失所，饱受失去爱人之苦，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部电影佳作。雷夫是王牌飞行员，在全军大体检的时候，他却在检查视力的阶段想蒙混过关，但是女护士伊芙琳却让他从下往上重新再说一遍。这一下雷夫就卡壳了，一旦要是被盖上不合格的印章，他将终生和战斗机无缘。其实雷夫视力很好，只不过从小就有一点阅读障碍，渴望参加战斗的他诚恳地向漂亮的女护士求情。Don't take my wings. 善良的伊芙琳被雷夫的真诚打动了，于是让他通过了视力检查。可能是伊芙琳善良的品质和美丽的容貌吸引了雷夫，他折返再一次找到换去打针的女护士，想请她吃顿饭表示感谢，但伊芙琳却二话没说就让他趴在病床上，接着就朝他的屁股上了一针。但雷夫其实已经打过针了，这多打的一针让他脑袋发疯，一头撞到柜子上昏了过去。女护士晚上下班的时候，她又看到了白天那个傻傻的男人。雷夫拿出了珍藏的法国香槟，想感谢这个对他网开一面的女护士。两个人坐在台阶上聊着天，雷夫由于见到了心仪的女孩有点紧张，开酒瓶的时候瓶塞又撞到了他受伤的鼻子，让他疼得手指打颤。温柔的伊芙琳让他躺在了自己的膝盖上，用血块为他的鼻子降温。这一刻的伊芙琳在雷夫的眼里简直就是仙女。看着眼前这个憨憨的冒着傻气但是英俊的飞行员，女护士情不自禁和他亲吻在一起。两个年轻人相爱了。伊芙琳在火车上向自己的小姐妹们讲述自己啼笑皆非的恋爱经历，小姐妹们都羡慕得不得了，能和一个英俊的飞行员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都是大家最向往的事情。雷夫是美国空军的优秀飞行员，自幼和好友丹尼一起在田纳西的农场里长大，两个人也一起参加了空军，成为中队里最优秀的2名飞行员。作为从小就开农用飞机的雷夫，一直都渴望成为真正的战斗飞行员，所以向杜立特上校申请了去参加英国的雄鹰战队，在2战的最前线抵抗纳粹的进攻。但是好友丹尼却很生气，他觉得雷夫简直就是去送死，他不明白为什么雷夫这么急着非要去。雷夫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是想开战斗机，想当英雄驰骋在天空中战斗。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他没告诉丹尼，就是如果他不主动去，那么丹尼就可能被选中派去上战场。除了要说服好友，雷夫还要说服一个最爱的女人。在晚上的联谊晚会上，伊芙琳的小姐妹们和雷夫的战友们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对象。有几个傻小子为了得到妹子的怜爱，偷偷在眼睛边上抹上了清凉油，结果没想到用量过多，眼泪止不住的哗哗流。但没想到妹子根本不在意这些虚头巴脑，一把就贴了上去。雷夫和伊芙琳偷偷溜出了会场，他带着恋人坐船来到了一艘游轮下面，这是伊芙琳梦想的游轮，他希望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能乘坐它环游世界。在月光下，伊芙琳躺在雷夫的怀里，两个人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晚上最后一个节目去酒店之前，雷夫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伊芙琳，但是他犹豫半天都很难开口。最终他还是告诉伊芙琳他要去英国打仗的消息，而且明天就要出发了。正在热恋的情人马上要分离，是谁也不能接受。而雷夫也没有和伊芙琳一起进酒店，因为他不想乘人之危，也不想留下遗憾。他让伊芙琳明天不用去送他，因为他不想弄得太伤感。两个人就在酒店的大门两边做了最后的道别，也就是这一别，两个人的命运也在这乱世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天，丹尼送雷夫来到火车站，两个好友相拥道别。雷夫上了火车，竟然发现站台上站着伊芙琳，但可惜伊芙琳没看到雷夫，伤心的转身离去。两个人就这样擦肩而过。雷夫来到了英国皇家空军雄鹰中队的营地，此时的英国每天都在被德国空军轰炸，所以每天都有大量的伤亡。雷夫被带到了他的喷火战斗机旁，这架飞机机身上满是弹孔。长官告诉雷夫，这架战机的上一任飞行员是拼命把飞机开回了营地才闭了眼。雷夫看着玻璃罩上的斑斑血迹，这才明白战争是比他想象的还要残酷。欧洲的战场如火如荼，太平洋上也蠢蠢欲动。由于美国对日本进行石油的出口限制制裁，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造成了严重威胁，所以日本和美国一战已经不可避免。身为日本海军最高长官的三本56决定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袭击，只有在珍珠港上一举消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日本才能突破制裁为所欲为。而三本56口中所说的珍珠港，是美军当时在太平洋上最大最完善的综合军事基地。丹尼和他的战友们被调到了珍珠港的空军基地，伊芙琳和他的小姐妹们作为军队护士也被调到了珍珠港的战地医院。看着舰船上满是年轻的小伙子，小姐姐们兴奋的咯咯笑个不停。
远在欧洲战区的雷夫每天都在生死中线上徘徊，他一有休息的时候就会立马给伊芙琳写信，而这也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他在信中告诉恋人，在这里根本就交不到朋友，因为刚认识的人没几天就战死了。远在珍珠港的伊芙琳也抑制不住对雷夫的思念。别的小姐妹在玩耍的时候，单纯的她则要回家赶紧写信，把自己的千言万语都写成厚厚的信纸。但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雄鹰中队的营地上突然响起了警报，飞行员们赶紧上机准备迎敌。一名修理员告诉雷夫，由于时间太急，他飞机的油管还没来得及修理。但是雷夫根本就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他急着要飞上天空痛击敌人。他们的飞行中队在海岸线上遇到了德军的编队，雷夫一马当先击落了领头的轰炸机。由于太过惹眼，他被一支德军编队在后紧紧追着。雷夫赶紧使劲拉高飞机想摆脱追击，但没想到机舱里油管崩裂，机油喷溅了他一身，也挡住了玻璃窗的视线。而更雪上加霜的是，玻璃罩这个时候也卡死了，雷夫根本无法跳伞逃灭。而就在这个时候，身后敌机的机关炮击中了他的战机，雷夫的战斗机冒着浓浓黑烟一头栽进了大海里。伊芙琳刚刚在诊所里送走了一个看病的士兵，一辆汽车就停在了他面前。从车上下来的是脸色凝重的丹尼，看着丹尼的表情，伊芙琳知道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人都悲痛地聚在一起，一起端起了酒杯，纪念他们死去的好友雷夫。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伊芙琳还是每天沉溺在悲痛中，终日以泪洗面。几个月过去了，在电影院的门口，丹尼正好碰到了也独自一人看电影的伊芙琳。有段时间没见面的两个人于是决定一起坐坐。两个人的话题又是不自觉地聊起雷夫。两个人正聊得火热的时候，没想到酒吧的窗外经过了几个小伙伴，看到大家对他们打招呼，两个人这个时候才觉得有一些尴尬。于是伊芙琳借机先离开了。丹尼也知道她是兄弟的女友，但就是抑制不住想她。伊芙琳内心也很纠结，她的好姐妹告诉她，人应该朝前看，是时候该走出来这段阴影了。伊芙琳于是和自己做了和解，她把有关雷夫的一切都锁进了抽屉，准备开始迎接新的生活。在空军基地的修理仓库，丹尼正在和战友们调试战斗机的机关炮。这个时候，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的漂亮女孩向他们走来。丹尼一看这人，吓得赶紧低下了头。来的正是伊芙琳。丹尼此刻面对伊芙琳，就像一个见了女神的小男孩，又欣喜又紧张，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眼见着尴尬的伊芙琳转身要离开，他终于鼓足勇气邀请她去看落日。丹尼虽然不像雷夫那样热情奔放，但是在玩浪漫这一点却一点也不输雷夫。他开着战斗机带着伊芙琳飞上了满是晚霞的天空，他让伊芙琳看到了最独一无二的落日美景。在深夜时分，飞机降落到了基地，而这个时候早已过了返航的时间。为了躲避纠察队，两个人跑到了挂满降落伞的仓库，在白色幕布的遮盖下，两个人吻在了一起。但是丹尼这个时候还有些顾虑，伊芙琳拉着他的吊牌靠近了自己，两个人就这样相爱了。丹尼不再顾及任何的流言蜚语，他只想和伊芙琳好好的经营未来。但是个人的幸福怎么能抵挡得住时代的汹涌浪潮？美国海军情报局突然发现日本海军整整6个航母失踪了，他们派出侦察机搜索了整个太平洋，也没发现其踪迹。他们殊不知满载武器装备的日本舰队正赶往珍珠港，而在珍珠港上，日本的秘密间谍偷拍了大量的美海军基地的照片传回了日本。珍珠港里所有的军舰部署都被日本人尽数掌握。在1941年12月5日这一天，珍珠港上的一家日本人开的牙医店接到了陌生的电话，打听珍珠港里驻扎航母的情况，甚至问到了士兵人数。这一重要情报被美军截获发现了，但是向海军上级汇报的时候却没人放在心上。美国人不知道的是，这一通电话就是珍珠港偷袭事件的信号弹。到了晚上，一个穿着军官服的男人来到了伊芙琳的医院的窗户前，看着窗户里的美人。伊芙琳下班了走出医院，看到眼前的男人吓得捂住了嘴巴，竟然是雷夫，他还活着。原来雷夫的战斗机在进了海里后，他拼命推开了玻璃罩游出海面，被一艘路过的法国渔船救了上来。由于法国当时是敌战区，所以这么长时间雷夫一直不能给伊芙琳写信。伊芙琳看着雷夫流下的眼泪，其实他内心深处还是爱着雷夫。雷夫轻轻吻着伊芙琳，但是伊芙琳却不能这样做。这个时候丹尼出现在二人面前，雷夫看看丹尼又看向伊芙琳，他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起身转头离开了。雷夫来到海滩的酒吧借酒消愁，他不明白为什么他最心爱的女人被自己最好的兄弟抢走了。丹尼也追到了酒吧，心有芥蒂的兄弟俩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酒吧里顿时乱成了一团。这个时候宪兵队赶来了，怕被关禁闭的众人纷纷作鸟兽散，丹尼和雷夫也开上小汽车逃之夭夭。就在珍珠港的众人为小情小爱打打闹闹的时候，日本的舰队已经在距离珍珠港320海里的地方待命，而时间已经到了1941年12月7日。在凌晨的时候，
一架架挂满炸弹的零式战斗机从日军的航母上起飞。第一波攻击派出的日本战机一共有183架，乌压压的一大片飞向珍珠港。美军的雷达站侦测到一大片阴影向他们靠近，赶紧向上级汇报。但是肥头大耳的上级长官以为是美国自己的 B-17轰炸机，让下级不要紧张。这直接让日军的战斗机群畅通无阻地飞到美军领空。在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战斗机群飞到了珍珠港所在的瓦湖岛。2个露营的小男孩眼睁睁地看着一大群战斗机飞过眼前。而此时的珍珠港的船坞里，舰船上的士兵们才刚刚醒来。当清扫甲板的士兵听到天空的引擎声时，才发现日本的战斗机已经布满了天空。一架零式战斗机投下了一枚装有木旗的鱼雷，这种日本人改进过的鱼雷可以在浅水区重创美军的军舰。一声爆炸犹如一声惊雷，惊醒了珍珠港里沉睡的美国人。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零式战斗机在军港上狂轰乱炸，其中一架战斗机投下了一枚1760磅带有螺旋桨的炸弹。这颗炸弹直接击穿了美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的多层甲板，直接落到了军舰的弹药库里。紧接着一声巨响，亚利桑那号从中部炸开。而这仅仅只是开始，短短数分钟之内，奥克拉荷马号、加利福尼亚号、西维吉尼亚号、犹他号等战舰也被日军击沉。大量的士兵为了活命纷纷跳入海里，可日军连他们也不放过，用机关炮不断来回扫射美国落水的士兵。那些不会游泳苦苦扒在船上的年轻士兵则直接被鱼雷炸成了飞灰。而正在慢慢下沉的亚利桑那号，还有近1000人的士兵被困在船舱里，由于没有出路，只能活生生的和巨舰一起沉入海底。仅这艘船就死了1177人，占珍珠港所有牺牲人数的一半。战争永远是残酷的，日军的战斗机并没有因此停下攻击，他们轰炸完军港和所有的军舰后，开始无差别的攻击陆地上的建筑，包括医院、工厂和机场。停放在机场上的美军战斗机还没起飞，就被零式战斗机炸成了废铁。这个时候，丹尼和雷夫开车赶到了备用机场，一群人躲在掩体后面躲避日军战机的攻击。但奇怪的是，他们发现日本战机并没有攻击他们，而是直接飞走了。雷夫猜测还会有第2波的敌机到来，在这之前他们需要坐上战斗机迎战。而这个时候，日军的轰炸机赶到了，一发炮弹直接炸毁了飞机仓库。雷夫和丹尼在战友机枪炮的掩护下，登上了大棚里停放的美军 P-40 战斗机。而这个时候，第2波敌军的战机赶到了，雷夫的战友驾驶着一架 P-40 刚准备起飞，结果被身后飞到的3架零式战斗机击毁在跑道上。现在只剩丹尼和雷夫的战斗机了，2个人在敌军的追赶下快速起飞，敌人在身后不断的射击。曾经在欧洲战场痛击过德军战机的雷夫，战斗经验丰富，知道自己开的 P-40 在速度上是比不过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只能凭飞行技术和对方一比高下。他和丹尼兵分2路，分散敌机的编队，然后寻找方法准备各个击破。眼看多架敌机在身上死咬不放，2个人决定玩一次大的。2个人引着各自的追兵，然后对冲，在快碰到一起的刹那间，丹尼和雷夫同时侧身擦身而过，而他们身后的敌机却躲闪不及，纷纷撞到了，机毁人亡。但日军的损失和美军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此次偷袭，日军炸沉了4艘战列舰和2艘驱逐舰，炸毁188架飞机，受损的建筑、船只和飞机若干，有2400名美国人丧生，有1250人受伤，而日军只损失了29架战机。日军已经达到了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军的效果，于是下令撤退。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震惊了整个美国，罗斯福总统将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视为国耻日。他宣布美国即刻进入战争状态，他决定要狠狠地反击日本的暴行，不是攻击他的某1-2个岛屿，而是直攻他的心脏。但是很多高官将领纷纷表示不可行，因为日本距离太远，在那附近又没有美军的基地，轰炸机是不可能飞得到的。而且这些人被日军打怕了，他们觉得还需要保留实力来应付日军的下一次攻击，所以他们认为罗斯福的想法不可能实现。罗斯福听到这里，直接推开了自己的轮椅，双腿已经残疾多年的他想要站起来，大家都想过来扶，但是罗斯福拒绝了，他牙咬着坚持着站了起来。Do not tell me it can't be done. 罗斯福总统的举动终于触动了所有人，于是海军总部很快制定了一个反攻日本的计划。而在珍珠港有突出表现的丹尼和雷夫也接到了上级通知，需要即刻返回美国本土接受新的任务。在出发前，伊芙琳专程来找雷夫，雷夫不清楚伊芙琳为什么会选择和丹尼在一起，伊芙琳告诉了他答案，原来他已经怀上了丹尼的孩子，但是丹尼还不知道这件事。伊芙琳告诉雷夫，他永远都是他生命中的最爱，
但是为了孩子，他最终选择了丹尼。看得出来，伊芙琳是一个单纯重情的好女孩。而雷夫听到这里也释然了。雷夫和丹尼重新回到了杜立特上校的麾下。原来上级决定由杜立特上校带领一支轰炸机编队乘坐航母飞到日本进行反攻。在出发之前，杜立特上校教所有人说了一句中国话。原来美军的 B-25轰炸机的油箱只够飞到日本，无法返程的他们，所以只能在中国境内降落。轰炸机编队低空飞行，一路飞到了日本上空。他们投下了一枚枚炸弹，炸毁了日本的兵工厂和基地。而这个时候，日本军队也反应了过来，连忙架起高射炮朝美军中队射击。由于遭到了猛烈的炮火袭击，轰炸机编队只能拔高飞行高度，也不知道飞了多久。轰炸机编队由于油箱耗空，只能被迫降落在陆地上。而悲催的是，他们降落的地方正好是日军的占领区。于是已经降落的雷夫等人和围拢过来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就在这时，一架轰炸机飞了过来，机关炮扫射替雷夫等人解了围，但是这架轰炸机却一头砸到了地面上。雷夫认出这正是丹尼驾驶的飞机，赶紧带人过去抢救。可等他刚找到丹尼，就被一枪托砸倒，一群日本兵包围了他们。眼看丹尼被一群日本鬼子绑到了木棍上，雷夫在地上摸到一把枪，啪啪几枪解决掉了几个日本兵。但没想到，当他把枪指向另外几名日本兵的时候，子弹却用完了。眼看雷夫就要命丧枪下，千钧一发之际，丹尼赶紧上前替雷夫挡住了所有子弹。而一旁的小伙伴纷纷雄起，起身干掉了自己身边的日本兵。雷夫扑倒丹尼身旁，此时的丹尼已经快不行了。雷夫流着眼泪告诉他不能死，因为他快要当爸爸了。丹尼很开心，这也许对他来说是人生结束之前最好的消息。他最后死在了雷夫的怀里。雷夫抱着丹尼的尸体悲痛不已，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眼前。几个月后，雷夫等人被中国人送回了美国。伊芙琳看到飞机上下来的雷夫，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但是当他看到雷夫扶着一具棺椁下来，他的表情变了。他明白丹尼牺牲了。伊芙琳再一次尝到痛失爱人的痛苦滋味，而这一次是真的永远离开了他。从此次长途奔袭后，美国一转颓势，全面加入到二战和日本对抗到底，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而雷夫带着伊芙琳和丹尼的儿子回到了田纳西的老家，在战后过上了安静平凡的生活。他们见证了珍珠港事件对世界的巨大影响，以及个人命运的变迁。战争使得友谊被考验，爱情被考验，甚至是人性被考验。但在毁灭与痛苦的背后，也看到了人类的坚韧和团结。战争带给人类的伤痛也许永远都无法抚平，但是唯独爱才能让我们勇敢携手前行。